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贤贵妃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皇上有旨，让臣妾去赏月。去吧。他这般得意，他是要在本宫面前耀武扬威吗？娘娘，回船上去吧。本宫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。那奴婢去取些药来。这个还挺好吃的。问纯贵妃于妃安。梅嫔来啦，快坐吧。可心上茶？是。怎么想着过来了？妹妹睡不着，来找姐姐们聊聊天。只怕是妹妹太想皇上了，才会睡不着吧。姐姐们知道吗？东巡前，钦天监曾禀报说，贺兴县离宫，御史中宫将有祸殃临头。这如今看来啊，皇后娘娘病重，就是应了这句天象啊。不能乱讲，皇后病重是因为七阿哥过世，伤心过度所致。可怜的孩子，怎么就得了痘疫？还好这一场斗役只是轰了一个七阿哥，别的阿哥和公主都安然无恙，也算是神佛庇佑了。有什么可怜的？两位姐姐没听说过一种说法吗？什么？一报还一报啊！为娘的做了什么孽，便都报应到孩子身上。这二阿哥和七阿哥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孩子，怎么会都早夭了呢？梅嫔，说话不要没遮没拦的，若是给皇后娘娘听了去，一报还一报，一报还一报。本宫做了什么孽，都报应在永莲和永从身上。为娘的做了什么孽，便都报应到了孩子身上。不，好像什么东西落水了。要不我们去看看吧？姐姐别呀，外头霜寒。也对，若是有人落水了，必定会呼救，不会这么安静的。来人呐！皇后娘娘落水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皇后落水了！
奴才该死。好了，停手吧。说到底，也是皇后让他们取药找太医，才没跟着的。平日里这2个丫头还算是尽心，等皇后好了，还得留着伺候皇后呢。皇娘宽仁，罢了吧。该罚的也罚了。听说，把皇后救上来的，是个御前侍卫，是吗？是侍卫凌云彻看到皇后娘娘落水，跳下去救的。是个有功的人。皇上，凌云彻是皇上御前最末等的兰陵侍卫，此刻正在换衣裳，一会儿就过来回话。传朕旨意，凌云彻救护皇后有功，赏白银300两，升为3等侍卫，不必进来谢恩了。这。齐太医，怎么样啊？齐太医，皇后娘娘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先禀告皇上去吧。哎，皇上，如何？皇后娘娘腹中的水已经空出来了，娘娘的脉象是怒气攻心、心力交瘁之兆，此刻痰气上涌，迷了心窍，神志一直未曾清醒，嘴里说着什么“一报还一报”，只怕什么？皇后娘娘油尽灯枯，怕是到了弥留之际了。但愿皇后娘娘福泽深厚，上天庇佑。你胡说什么？皇额娘正值盛年，怎么会油尽灯枯？分明是你们医术不高，才会胡言乱语。景色，你皇额娘病得凶险，也只有像齐汝这样伺候了多年的，才敢直说。皇帝，不管皇后近况如何，你赶紧要通知内务府，在京中将喜木准备着，哪怕是冲一冲，也是好的。一切凭皇额娘安排。齐汝，好好伺候着，有什么动静，赶紧回禀哀家。是。贤贵妃，皇后落水病重，你和纯贵妃帮衬着，悉心照料。是。其余的人都回去吧。是。景色，你陪哀家来。皇上，皇后娘娘醒了。朕去看看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皇后，你醒了。皇上，臣妾经此一切，自知寿数无多了。可臣妾一睁眼，一眼就能看见你在臣妾身边，臣妾真的很高兴。你别说这样丧气的话。你只是落水受惊，养一养就好了。臣妾无福，无法为您保住嫡子。如今，景色已经有了好的归宿，臣妾请求您，不要因为臣妾的离世，让景色守孝3年。他已经不小了，从前是舍不得她嫁人，
现在却是耽搁不起了。景瑟是朕与皇后唯一的嫡出之女，朕一定会事事为她考量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臣妾有一事相求。皇后，躺着说，躺着说。皇上，臣妾自知不久于世，臣妾以执掌封印的后宫之主身份，向您力荐继后人选。纯贵妃，她耽于皇慈，勤俭侍奉，温厚享赞，她的德行足以填为中宫。皇后，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你来考量。皇后不只是一个称呼，一个身份，更是朕的枕边人。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由朕来思量。恕臣妾多嘴一句。纯贵妃、淑嫔，哪怕你要另选女子为中宫，臣妾都不担心。可有一个人，他断断不能。贤贵妃出身乌拉那拉氏，先帝的景仁宫有多恶毒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样女人的后裔，断断不可入出中宫。皇后好生歇息吧，不必说这些了。皇上，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。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？朕怎么会不记得？是郎桓福地，女中光华的意思。浪花，一个很像皇后的名字。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，有的时候真的不甘心，也真的害怕。害怕？你曾经是朕的嫡福晋，如今又是中宫皇后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至于不甘心，可能是有不满足之处吧。臣妾自闺中起，便被教养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妻，相夫教子，主持家事。但臣妾知道，臣妾不是您亲自选中的嫡福晋，您一早相中的是乌拉那拉氏。臣妾不过是先帝和皇额娘执意让你选的。你是在怪朕吗？臣妾不敢，只是惶恐不安。臣妾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夫君，更不曾完整的拥有过他的心。但臣妾不能怨，不能恨，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，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妻子。
臣妾不过也是一个女人，想要得到夫君的爱怜。朕待你不好吗？你是朕的嫡妻，儿女双全，位居中宫，你还有什么好不安生的？皇上待臣妾很好，可这种好是夫君对妻子的好，不是情深爱浓。六宫的人堆到一起，臣妾站在峰巅上，臣妾没有什么可依凭的。若你的心意改变，臣妾所拥有的貌似安稳的一切便烟消云散了。皇后，朕从未听过你和朕说的这些，朕也从来不知道皇后的心里是如此的害怕，如此的不安。你是朕的嫡妻，朕爱重你，护你，容忍你。你为朕生了2个嫡子，朕自然分外珍惜。所以，有些事情，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做不知。什么？其他的事情也就罢了。过些日子就是哲敏皇贵妃的生辰了。当年她难产而死，朕想知道她的死是人为还是天意。皇上，哲敏皇贵妃死后几年，便有传言说臣妾嫉妒她生下长子，所以害她难产而死。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。臣妾发誓，用富察氏100年的荣光和福祉发誓，哲敏皇贵妃之死绝非臣妾所为。那惠贤皇贵妃呢？她自然作恶多端，谋害皇嗣，可陷害如懿进冷宫，难道就没你的事吗？你到底对如懿做了些什么？臣妾没有，只是不满。她养育有皇，又夺嫡之心，所以才信了他做的恶事。臣妾发誓。皇后病糊涂了。要是誓言真的有用的话，还要纲纪法度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一生所为，无不是为了保全大清的血脉，为了对得起富察氏列祖列宗，用血汗换来的荣光。若不是逼不得已，臣妾何必置人于死地？朕曾经要如懿做嫡福晋，所以你对她百般提防。惠贤皇贵妃的阿玛高嫔也为你所忌惮，所以一早你便送了珍贵的花镯，防止他们有孕。即便是如懿进了冷宫，你也想尽办法置她于死地。原来这些事情你一早就知道，却隐忍到今天才来问臣妾。是，臣妾
是不想他们抢在臣妾身前有孕，也是深恨乌拉那拉氏咒死臣妾的勇烈，而在踏入冷宫之后加以搓磨。可是冷宫闹蛇之事，乌拉那拉氏重砒霜之事，臣妾真的不知是谁在冤枉臣妾，是谁要害臣妾？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害得了你。这些年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朕都略知一二。作为一个皇后，你算是得体，但若朕戳穿你，你就会成为朕的江山岁月里的一个污点，也会让皇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原来你只是为了这个。你是朕的发妻，多年的恩情自然不浅。你的过失，朕是念在皇室的颜面，以及富察氏的名望，还有咱们的儿女，朕就不提了。皇上圣恩滔天，您圣明聪明，但冷心冷情，亲近之人会为此所伤。事到如今，臣妾做的错事，臣妾自己担着。可若来日，无论谁为继后，只怕下场不会好过臣妾今日。臣妾就睁着这双眼，在天上看着，在天上看着。今生的事还未定，皇后就想着后世的因果，难怪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一报还一报。但如今，这些报应都到了谁的身上呢？你是不是自食其果，后悔难当？皇上，皇后，好生歇息吧。皇上。